自从那个没边界感的女人闯进了我的家，我每一天都像生活在噩梦中。我和老公的2年婚姻原本平静和谐，直到那天老公的妹妹突然搬到了我家里来。本以为并没有什么，但她的举动越来越奇怪，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边界感。她从来都不出家门，也不自己做饭，甚至吃饭都要我老公喂。每次我老公回家的时候，她竟然要我老公抱她，在我面前做着亲昵的动作，完全不在意我是不是在一旁看着。老公出门的时候，她还会拉着老公不让他走。我老公走过后，她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每个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我才是那个局外人。我终于忍不住地和老公说起了这些，可老公的反应更像是和稀泥，说他还小。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今晚，他不但要和我们一起睡觉，甚至总是要挤在了我们中间。我实在是忍受不了，直接搬到了客厅。我的世界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分崩离析，一种无人诉说的遗弃和恐惧席卷全身。我要拔掉生活里的这根刺，谁也阻止不了我。医院的走廊上，我如同丢失了灵魂的躯壳，真相如同一道刺眼的光。老公的妹妹或许从未存在，而那个小小的生命是我心灵最深处爱与恐惧的结合，更是对所有人的警示。关注产后心理健康，因为忽视它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段我在加州留学时候的经历。那天我和男友一拍即合，准备去山上露营。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升起篝火后，我们就坐在帐篷外边，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披萨。然而就在这时，我突然注意到男友身后的荒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因为附近的草比较高，映着月光看去，就像是一张笑着的脸隐在那边。因为我本身有点近视，又想到附近这么荒凉，也不太可能会有人，怕破坏了气氛，索性就没跟男友说。继续喝着酒，和男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但眼睛还是会时不时瞥向那个位置。10几分钟过去了，那个东西一动没动，我心想着可能是挂了个气球或者什么的，所以干脆就没太放在心上了。不久我们就一起钻进帐篷休息，聊了会儿天后就决定要睡觉了。我也习惯性的和男友说了晚安，男友还半坐着身子在那整理帐篷的边角，没来得及回话。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也回了一句 Good night。 我确定我没有听错，那个声音就在我旁边，是从帐篷外传进来的。我吓得一个机灵，眼睛看向了男友，男友也愣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看着我，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那意思是你听见了吗？我也惊恐地马上点头，连大气都不敢出，心砰砰直跳。我突然反应了过来，刚才在外面绝对不是近视眼看花了，而是在黑暗中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我一把就拉住了要出去的男友，眼神示意说别出去。直觉告诉我，外面那个人肯定不正常，我怕男友受到伤害。我俩谁也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边，支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外边除了呼呼的风声，就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坐了10几分钟之后，男友终于熬不住了，大叫了一声说谁呀，然后猛地起身出去了。我也紧随其后，发现外边空空荡荡，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走了还是继续又躲在了草丛里边。男友拉着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随后我俩带上手机和重要的东西，连帐篷啥的都不敢收了，直接就上了车。男友开车的时候还紧张地跟我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望了过去，黑暗中那个人就站在车后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快报警，床下有个人！一阵细微的声音从耳边传来，我不耐烦地睁开了眼睛。自我怀孕之后，总感觉自己有些神经衰弱了。看了眼时间，凌晨3点05分，我悠悠叹了口气，随后便想着去上个卫生间，可接下来的事却让我不寒而栗。上完厕所后，我刚准备回到卧室继续睡觉，却发现厕所的窗帘竟然没有拉上。也不知道老公装修怎么想的，非要给厕所装个透明玻璃。就在我刚准备拉上窗帘时，我突然注意到床下似乎有一团黑影。我慢慢透过窗帘再次望了过去，瞬间如坠冰窖。我肯定没有看错，那是一个人。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冷汗顺着额头滴落下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此时的老公还躺在床上睡觉，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险。我不确定床下的人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了他，如果我走出去，那他会不会直接对我们俩下手？不行，我得报警。我翻找着手机，坏了，
手机在床头。我的身体抑制不住的发抖，必须要想办法把老公也喊到卫生间。我长呼一口气，做好了心理建设。老公，我肚子疼，我可能要生了。我颤抖着声音，大声呼喊着在床上熟睡的老公。怎么了？看到老公匆忙的跑了进来，我立马抢过他的手机。快报警，床下有个人。他看到我特别惊恐的眼神，也就愣了片刻的功夫，便硬着头皮陪着我演戏。我这就找救护车，你再忍忍。我装作肚子很痛的样子，几分钟犹如过了几个世纪般难熬。门外传出悉悉索索的声音，我大着胆子偷偷瞄了一眼，半张人脸赫然出现在玻璃窗上，我只能用尖叫掩饰着内心的恐惧，直到听见了门外咔嚓一声。走了吗？我俩没敢直接出去，又等了一会儿，确定外面没有任何动静之后，老公拿着厕所的拖把，这才缓慢地打开了门。警察很快来了，我们调出了监控，这才发现原来在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他就进了我们屋子，时间距离我醒前后也就不到5分钟。然而更让我心惊的是，他手上还拿着一把刀。那可怕的声音又开始了！啊！我不怕。已经记不清我躲在衣柜里多久了。爸爸离开前把我放在衣柜里，他说千万不可以打开柜门，否则可怕的怪物就会找到我。可是我好饿啊，喉咙也像是被火烤过一样，眼泪也不争气的流下来。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颤抖着手想去推开柜门，突然一阵可怕的声音传来，我吓得立马缩回了手，畏缩在角落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要把我吞噬掉。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着，外面的惨叫声似乎变少了。是怪物离开了吗？肚子又开始咕咕乱叫，我鼓起勇气再次推开了衣柜的门。外面的空气很浑浊，让我恶心的想吐。屋子里黑漆漆的。现在是晚上吗？我想要打开灯，可是按了几次开关，灯也没有亮。与此同时，有几缕阳光透过缝隙打在地面上，我这才发现窗户上横七竖八的砸了很多木板。爸爸把窗户封住了，一定是害怕怪物从窗户跑进来。这群可恶的怪物！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翻来翻去却找不到一点吃的，水龙头更是一滴水没有。我太渴了，只能喝点花盆中积下的水，想吃花叶充饥，却怎么都嚼不烂。我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外面奇怪的声音依旧响着，忽远忽近。我好奇地趴在阳台的缝隙里向外张望，天都是雾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突然，门外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是怪物！我吓得转头就跑，然后钻进床底下瑟瑟发抖。敲门声不绝于耳，多亏爸爸加固了门板，怪物终是没能闯进来，而我也被吓得尿了裤子。爸爸依旧没有回来，我的等待遥遥无期。马桶上水汽的水已经快被我喝光了，尽管它有股铁锈味，却也让我活着。大概是喝生水的缘故，我的肚子很疼。如果换作从前，爸爸一定会带我去医院，可现在我连门都出不去。我很想念爸爸温暖的怀抱和外面新鲜的空气。走廊里再次传来类似畜生的吼叫，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直接钻到了床底下，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许久，那吼叫终于消失了，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声，绝望的呐喊和玻璃被砸碎的声音。我想我快要死掉了，因为我的视线开始模糊。我不能死在家里，我要去找爸爸。深夜，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那屋外的到底是谁？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突然反应过来，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与此同时，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我瞬间屏住呼吸，死死捂住嘴巴，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好在没过一会儿，那束光就消失了。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忘记给手机充电了。悲催的是，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该怎么办才好？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我鼓起勇气，蹑手蹑脚地下了床，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连拖鞋也没敢穿，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观察着外面的情况。漆黑的大厅，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吓得我一个哆嗦。
猛然间，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我咬紧嘴唇，悄悄地走到了门口，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糟了！下一秒，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而且越来越近，他朝卧室走来了。我的心跳再次加快，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突然，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多亏我反锁了门，他并没有拧开。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我用力捂住胸口，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接连不断的声响起，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我以为他下一秒会破开门，声音却戛然而止。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似乎是他身上的。他好像迟疑了几秒，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只是这一次，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门外响起媒体灯中便没了声响。一阵漫长的等待，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我才彻底松了口气。警察赶到时，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说话依旧哆哆嗦嗦。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我泪流满面。警察同志，会不会弄错了？我平时对他很好的，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他是这一代的拾荒者，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不停地哀求我，我见他可怜，就给他煮了一碗面。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此后的日子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渐渐的，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每天都来吃饭，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就默认了他的行为。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他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那天刚聚会完，已经12点多，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竟然忘了带门禁卡。正在我不知所措时，门却突然打开了，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手上正接着电话。出于礼貌，我说了声谢谢，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进了电梯后，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出于女人的第六感，我立即制止了她，拉住她的手假装聊着天，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闺蜜按下了23楼，随着电梯缓缓上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到了23楼后，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由于是后半夜了，周围特别安静，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声音便戛然而止，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我突然慌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她还迷迷糊糊的低头，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别着急呀，东西太多了，你再找呢。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他解释，只能尽可能催促着他赶紧开门。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听得我头皮发麻。他真的下来找我们了。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我赶忙抢夺了钥匙，正准备开门，但人在慌乱之下，手一直在颤抖着。就在我深呼吸，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映着安全通道的绿光，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死死地盯着我们。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我赶紧转动钥匙，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睛顿时湿润了。闭上眼睛，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这才凑近了我。怎么了，依依？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顿时感觉十分无奈，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我咬了咬牙，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我吓得倒退了2步，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她这才脸色煞白，毫无醉意。我颤抖着手报了警，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我才彻底松了口气。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其中一个还喝多了，便见色起意。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所以朋友们，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如果偶尔晚归，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
说他已经死了，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你会接吗？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看了眼时间，已经是半夜了，我不免有些担心，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怎么还不回来啊？男友很快便回复，你在哪？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你是？他手机在我这儿呢。你是住在马几小区吗？能说下具体位置吗？我这就给你送过来。看着消息内容，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他现在我联系不上，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不用了。面对这3个字，我有些疑惑，难道对方生气了吗？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什么鬼？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脸色骤变。他已经死了。我还来不及深想，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我彻底慌了神，手指开始不停颤抖，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我直接挂断，对方见我不接视频，就拼命的给我打电话。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不敢再往下想了，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祈祷着他能平安。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我到了。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是谁到了？是男友到了家门口，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我缓了一会儿，出于担心，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光着脚挪到了门口，随后朝着猫眼望去，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突然，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倒吸了一口凉气，直接跌倒在地上。我捂住嘴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不停地往屋子里挪。怎么不开门？我到家门口了。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想到这里，我更加恐惧，紧紧咬住嘴唇。没过一会儿，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婷婷，开门，是我。竟然是男友的声音，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冲向门口。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我又犹豫了，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我猛地把手抽出来，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我赶紧打开门，警惕地四下瞧瞧，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果断反锁了门。你怎么了？男友一脸不解。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接了电话又不说话，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经过我俩的分析，男友因为怕麻烦，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就不得而知了。随后我们商量着说，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可是等了许久，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正好换一台新的，也没必要再去找了。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可几天后，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读完这些内容后，我的手心儿全是汗。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难道从那晚开始，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对女性伺机下手？这样想着，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从那之后，我们就匆忙搬了家，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我感觉当时差点就没命了。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点了一份外卖，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在总吃的那家外卖店下了单，随后便窝在沙发上，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等着外卖。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外卖。因为实在太饿了，我迫不及待地起身去开门，把门缓缓打开了一条缝，透过门缝看到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外卖员，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就赶紧挪开。那一瞬间让人感觉挺不舒服的。您好，您的外卖。他透过门缝把餐递了过来，我小声地说了句谢谢后便接过了外卖，随手就关上了门。在检查完外卖小票和封口贴后，便开始聚精会神地拆着包装。然而就在这会儿，敲门声又突然响了起来，因为没啥心理准备，就被吓得一个机灵。随后我不悦地大声喊道：“谁呀？”不好意思啊，
刚刚有一瓶赠送的饮料忘记给你了。听到还是刚才那个外卖员的声音，我也微微松了口气。来啦！门再次被我打开了一条缝，接过了饮料。然而就在我接过的瞬间，手上传来的感觉让我明显意识到重量的异常。我又仔细看下了瓶口，明显是已经被人开过的痕迹。我顿时起了警觉之心，第一时间我就想赶紧把门关上。可就在这时，一股强劲的力道从手上传来，我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一个人影也瞬间闪了出来。我惊慌的如同冷水浇身，本能的大喊起来：“你干嘛？别过来！”我大声的呵斥着，想借此把他吓走，可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依旧蛮横的想冲进屋子。救命啊！救命啊！我大声的冲着楼道外喊着，希望能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泪水溢满了眼眶。此时的我害怕极了，由于力量的悬殊，我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随后又看到他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刀。我咽了咽口水，慢慢往后退着。你想干什么？要钱还是什么？我颤抖着冲他大喊。一阵轻笑声传来，面前的门正在缓缓关上，我瞬间如坠冰窖，门如果被彻底关上，我就死定了。然而就在此时，你在干什么？一道声音从门口传出，顺着视线望去，竟然是隔壁的邻居大哥，泪水早已经溢满了脸。听到这声音，他似乎也慌了，顿时冲出了屋子，仓皇逃走。后来在邻居的协助下，我们报了警，警察很快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把他逮住了。但这件事让我至今心有余悸，所以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一定要记住，不管是外卖还是快递，确定带他离开后再去拿取。你是住在12楼吧？我上来找你玩一会儿可以吗？半夜，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把我吵醒。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浑身都冒出了冷汗。我跳下床，赤脚冲到了大门口，再三确认已经反锁的大门，忐忑不安地掏出手机回了消息。你是谁？然而正在我准备伸手去开灯的时候，一条消息再次发了过来。我那天看见你了，见面你不就认识了？你一个人在家吗？看到这，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开灯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脑子也快速检索着我认识的朋友。没有谁会大晚上这么无聊的跟我开玩笑。我抑制住内心的恐惧，回复了消息。你是谁？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我死死盯着屏幕，在寂静的黑暗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不可以上来嘛？我就在楼下，冷得很。看到他无赖似的口气，我再次确认了下紧锁的大门，心里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厌恶至极的回复：请哪儿远滚哪儿，谢谢。而他接下来的回复还是让我心生胆寒：半夜绝对偷偷进你屋，12楼左边那个门，谢谢。现在可以100%确认我被人恶意盯上了。用不用现在就报警把你带走？当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想着他如果再有骚扰的意图，我就直接报警了。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短信，他应该是听到我要报警后知难而退了。我顿时松了口气，但这件事依旧让我久久无法入眠。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我迷迷糊糊间，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顿时清醒了过来，真的有人在开我家的门。我浑身颤抖，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劲。为了确认我没有听错，我赶忙打开了门口的可视门铃。只见可视门铃下，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低头，好像在撬我家的门锁。我脑子闪过各种应对的方法，安全起见，也为了不和他正面冲突，我起身赶忙锁住了卧室的门，身体死死抵在门上，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报了警，并且联系了小区的保安。得亏当时住进来前，我特地留了保安的电话，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看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一直微微喘着粗气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仔细的听着门外的动静，祈祷着警察和保安能够尽快到来。突然，咔嚓一声，门被打开了，我顿时汗毛直立，手死死地握住了门把手。你干什么？一道粗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随即便是一阵喧嚣，直到听到外面有人说：“李小姐，你出来吧，现在已经安全了。”这熟悉的声音正是小区的保安王哥。我悄悄打开一条门缝，看着门外站着几名保安以及被按在墙上的歹徒时，我才终于松了口气，眼眶突然的湿润了。直到后来警察来了把歹徒抓走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在去楼下扔垃圾的时候被他盯上了，里面快递和外卖盒子上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暴露了我的信息，这才让他有机可乘。所以朋友们，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警惕之心，不要觉得无所谓便随手暴露了自己的信息。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奇怪了，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他不会是变态吧？因为加班太晚，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我顿时没了好气。你没开玩笑吧？到底咋回事啊？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顿时也收敛了起来。
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这几天他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他挥了挥手，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是确实有点奇怪，那个人还在那儿吗？应该吧，我给你看一眼啊。顺着镜头的翻转，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可阳台上并没有人。哎，他不在那儿。我皱了皱眉，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然而就在这时，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敲门的声音很响，听得心里直发毛。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有人吗？我是住你对面楼的，有事情找你。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听到我的话，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壮着胆子对门外喊：别敲了，我根本不认识你，我已经报警了。听到闺蜜的话，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他应该被吓走了吧？闺蜜小声的跟我说：真是什么人都有，你晚上别出门啊，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才挂断了电话。但不懂为什么，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隔天晚上，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叶子，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你看好看吗？我顺手点开了照片，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这款是真不错，果然我的眼光好。刚回复完她，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可这一看，我顿时汗毛直立，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赫然露出了半张脸，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我咽了咽口水，心如擂鼓，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因为我怕告诉她，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跑都来不及。想了想，我发了个消息给她：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东西有点多，你下来接我一下。我捏紧手机，相信自己这样说，她一定会立刻出门。果不其然，哇，你等等，我现在就下楼。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我顿时松了口气，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在说明情况之后，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上了车，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我刚想松口气，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你走快点，先去门卫，我马上就到了。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我才彻底松了口气，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吓得浑身发抖。直到警察来了以后，调取了相关的监控，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一直没有出来过。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但又不确定，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所以独居的女孩，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我被绑架了，被关的地方一片漆黑，大概10平米左右。绑匪没有捆住我的手脚，甚至还把手机留给了我。可不管我怎么做，都出不了这个房子。我把希望放在手机上，却发现手机里能用的只有一个群聊，而我只要被踢出群就会死。头好痛！我撑着墙壁站起身，入目一片漆黑。有人吗？这是哪？我的求救宛如沉入海底，没有激起一丝波澜。未知的恐惧包裹着我，我背靠墙，一点点摸索着前进。我搬到了东西，整个人向前倒下，下巴生生磕在地板上，嘴里瞬间涌起一股腥甜，剧痛刺激了泪腺，我哆嗦着吐出一口血沫。紧绷的神经这一刻崩溃，我坐在地上大哭。突然，我摸到了一个东西，是手机。我连忙按亮，想打开手电，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选项，甚至连最基本的数据、蓝牙等功能都消失了。我借着手机的微光看清了自己所处的地方，这里是个四四方方的房子，没有门窗，所有地方都被封得死死的。我就像是凭空出现在这个盒子里一样，莫大的恐慌彻底吞噬了我。我颤抖着想要报警，可手机上根本就没有拨打电话的按键，手机屏幕一片空白，界面上的一个聊天软件此时看着格外诡异。但我没办法了，我点开这个软件，里面的按钮全是灰的，只有一个名为奔赴的群还在不停地弹着消息。群里有6个人，群主阿良，大家都清楚上车地点了吧？娇娇，清楚。管理员王姐，你们选的地点离我家太远了，能不能换个近点的？阿良。群里安静了片刻。阿良，那王姐觉得在哪比较好？王姐，富集路公交站台就在我家楼下。富集路，这不是我今早去的地方吗？我记得我上了一辆商务车后睡着了，再醒来就在这儿了。难道我上的就是群里这辆车？可是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啊！我压下心里的不安，在群里求救。救命！求求你们报警！我被人绑架了，现在被关在一个房子里，这里很黑，封得很严实，氧气不多，再这么下去，我可能会窒息。拜托你们帮帮我！消息发出去，半会儿才有人回。娇娇，呼哈哈哈哈，这是什么网络新梗吗？阿良，这个气氛活跃的好。王姐，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么爱哗众取宠。天哥，都定好了吗？废话这么多，
没人相信我。我试图跟他们解释，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这儿。我在聊天框里输入又删掉，第一次感觉到文字那么无力。除了手机上的微光，我再也看不见任何希望。空气压抑极了，我一边擦掉糊住眼睛的泪水，一边敲键盘。我说的都是真的，救我！报警啊！我会死的！群友接连打出几个问号。王姐，神经病吧？娇娇，恶作剧也找个靠谱的剧情吧。谁被绑架了还有手机玩的？天哥，明天就要出去玩了，别杀风景。请你们相信我，我现在很危险，求求你们。到后面，整个空间完全被我的哭腔掩盖，空气的渐渐稀薄让我的声音忍不住发颤。聊天界面停顿了，我不断刷新，但没人回我。没有消息也算个好消息，说不定他们是去报警了。我紧紧捏着手机，背抵着墙，只有这样我才稍微有一点安全感。娇娇，我被他说的毛毛的。王姐，这姑娘平时就不爱跟大家说话，看着也阴森森的，不会真有病吧？阿良，王姐，你别这么说，都是朋友。我一愣，这些人认识我，可我对他们没有一点印象。王姐。哟，现在装什么好人？我跟你说，这次出去玩，大家可都是花了钱的，不能带着个神经病。娇娇，要不这次小二姐你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天哥，对啊，江儿，江儿是谁？我明明叫许离啊！空气越来越少，死亡近在咫尺。我喘着粗气，一遍一遍刷着屏。我不是江儿，我是许离，救我！我不想死，求求你们报警吧！报警！王姐，真疯了，好吓人！阿良，你把他踢出去吧，别败了我们的兴致。娇娇，小二姐，你好好休息，等我们回来了就去看你。天哥，江儿。那好好照顾自己啊！不要不要！我手指刚刚触到屏幕，脑子里白光一闪，同时房子里响起一道机械音：你已被移除群聊。呼，氧气告终，我呼吸越来越粗重。嘎！忽然我心口一痛，身体失重，不受控的砸在地板上。我浑身汗津津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又恢复了，可刚刚明明我被绑架了，被关的地方一片漆黑，大概10平米左右。绑匪没有捆住我的手脚，甚至还把手机留给了我。可不管我怎么做，都出不了这个房子。我把希望放在手机上，却发现手机里能用的只有一个群聊，而我只要被踢出群就会死。接上文，我浑身汗津津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又恢复了，可刚刚明明我张了张嘴，口腔里的血腥味已经没有了，连带着消失的还有伤口。难道是梦？突然我想到了什么，我跪在地上摸，脚边不远处有一块凸起，应该是上次绊倒我的东西。我又往前挪了几步，不多会儿就碰到了一个手机。我按亮一看，功能和之前一样，不同的是电量少了一格。阿良，大家都清楚上车地点了吧？娇娇，清楚。王姐，你们选的地方离我家太远了，能不能换个近点的？阿良，所有聊天记录都一模一样，所以刚刚不是梦。我咽了下口水，安静的空间里，我的心跳不断冲击着耳膜。我刚刚明明窒息死了，为什么又重来了？我来不及多想，抖着声音，各位，我知道自己很唐突，但请你们帮我报警，不管是谁都好，现在立刻报警。娇娇，怎么了？我摁着语音框崩溃嘶吼，别管怎么了，报警！王姐，你自己没手机吗？要我们帮你们报警？这警可不兴乱报。或许是太紧张，我感觉空气又开始变稀薄了，那种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我红了眼祈求，求你了，我现在很危险，求你们救救我！王姐，这丫头魔怔了吧？我就说不该带她一起。又是那道电子音，你已被移除群聊，处理人管理员王姐。同时，我耳朵里嗡的一声，伴随着心口一痛，我又失去了意识。呼，一睁眼，还是那片黑暗。我大口喘着气去摸手机，打开一样的界面，一样的聊天记录，电量又掉了一格，我又重来了一次。可是刚刚房间里的空气并没有用完，我怎么会？难道是群聊？好像第一次也是这样，我被踢出群后就重来了，所以被踢出群后我就会重生，相应的手机电量就会少一格。那如果手机电量用完了，我还能继续复活吗？我深吸一口气，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握着手机的手总在不停的颤抖。我不敢像前2次一样冲动，也不敢随意开口说话了。我得先搞清楚自己怎么会加到这个奇怪群。我缩到房子一角，调整呼吸，尽量不让自己耗费体力。群里的聊天记录是从1周前开始的，最开始只有阿良和王姐，慢慢的加进来其他人。我在里面很少发言，大多时候都只是知道了。从聊天记录来看，他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刚结束一个大项目，公司奖励大家一起去旅行。既然说救我不行，那如果说救火呢？只要警察到达现场发现我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想到这儿，我切回聊天界面，歇斯底里的大叫：着火了，我出不去，报警救火！救火！阿良，怎么回事？娇娇，小二姐你没事吧？王姐，火势大不大呀？还好我家离你比较远。这条消息发出去后，大家反应都比较激烈，他们在群里疯狂艾特我，但我一个人也没回。阿良，要不我们报警吧？娇娇，好。王姐，你们报吧，快别出什么事。看到这我松了口气，只要他们发现我不在，环报了假警，肯定会来找我的。我盯着屏幕，感受着时间流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群里突然又闹起来了。阿良，江儿，以后开玩笑适度，这次是被警察拉出去一通乱批，下次呢？娇娇，就是别拿别人的好心消遣。小二姐，你这次真的是过分了。王姐，还好不是我报的警。天哥，我这刚完成手头的工作，你们干嘛呢？王姐，你问他呗。江儿，什么情况？我看着手机，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天哥，到底怎么了？姐，你说。王姐，
这位祖宗在群里乱嚎说他家着火了，阿良跟娇娇好心帮他报警，结果警察到了地方，一颗火星子没看见，人家呀躺床上睡得正香呢，害得阿良娇娇被警察叫去批评了一顿。我浑身血液凝固，手脚冰凉，我怎么可能会在家里睡着？难道外面还有一个我？不对，如果用群里人的视角来看，我现在是江儿，那警察去的地方也是江儿家，外面的人是他，不是我。我太着急了，竟然忘记这个 bug。很绝望，我一醒来就发现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这里能用的只有一台手机，而手机只有群聊功能。如果我被踢出群，就会死。群里没有人相信我，我究竟该怎么逃离这个地方？接上文，群里面都是大家的谴责。我捏了捏指节，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继续翻着以前的聊天记录。我发现2天前有一个叫周岑的人进入群聊，除了来的那天发了个大家好就没再说过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戳开他的头像，那个发消息的按钮居然亮了。明明最开始所有地方都是灰的。我退出去又看了其他人的主页，私聊按钮都可以用了。难道是第2次重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这些变化又好像从第1次循环开始就有了。最开始我只能在群里打字，但第2次就可以发语音了。这一次是能和群成员私聊。之前我太着急，根本没发现这些变化。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不明白。群里其他人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如果找他们帮忙，结局只会和前2次一模一样。我唯一的机会只能是周岑。我点开他的头像，你好。没过多久，那边就回了，有事吗？我逐字逐句斟酌该怎么跟他解释，才不会让他觉得我是个神经病。我在群里加的你，想问问你对旅游的相关事宜还有什么建议吗？他没有，你们决定就好。我咬了咬唇，决定赌一把。之前没见过你，有点好奇你怎么会突然进群啊？是新来的同事吗？我紧张地攥着手机。如果他不是新人，只是进群晚了几天，那我怎么解释自己的胡言乱语？我跟王俊天认识，他说你们出去玩想带我一个，我正好明天结束 ZC 的发布会，就答应了。给你们造成什么麻烦了吗？我呼出一口气。王俊天应该是群里那个叫天哥的。等等。ZC 发布会不是2天前就结束了吗？ ZC 是个大型游戏公司，我就是公司游戏主画师。那场发布会我还上台致辞了呢。我压下心底的恐慌，故作轻松。没有，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你提起发布会，我就想起旁边那家肯德基，正好今天周4还有活动。半会儿他回，我盯着这个字发愣。他没有反驳我，可是我上车那天明明是周1啊。如果外面现在是周4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外面的我还没有上车？那如果有人阻止我上那辆车，是不是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外面现在还会有一个我吗？周岑先生，能不能拜托你帮个忙？那边应该已经不耐烦了。我这条消息发出去，宛如石沉大海。我闭了闭眼睛，豁出去了。不要脸总比不要命来的强。抱歉，我现在的事情真的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我朋友是 ZC 的画师，他的画稿落在我家了，但是我现在走不开，那边又急要，这个画稿可能会影响游戏上市。你跟他在同一个发布会现场，能不能拜托你去我家帮他拿一下？我知道自己的理由很拙劣，但我只能尽力试一试。我的工作时间弹性很大，基本上每天都窝在家里画画。周岑去了，一定能遇到我。只要证实外面的我依然存在，那只需要想办法阻止我上车就可以打破循环了。抱歉，我刚刚接到公司的紧急任务，已经出门了。我心跳加快，这是个人都不会相信吧？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这件事办成了，你要我怎么报答都行。我咬着指节，静静等着那头的回应。你家在哪？我松了一口气，给了他地址和房间密码。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又切回群聊，他们已经换了话题。天哥，我们下一个项目会和 ZC 合作，这位周岑周总是甲方，大家欢迎一下。周岑是 ZC 的老板，我在 ZC 2年了，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还没想出个所以然，周岑的消息就轰炸来了。江小姐，你玩我呢？你发的地址根本没人住，邻居说那套房子闲置很久了。不可能，我的房子刚买1年不到，怎么会闲置很久？不过我遇到你朋友了，他有点奇怪啊，虽然看着我笑，但总感觉眼神阴森森的。我没有诋毁你朋友的意思啊，你别误会。朋友？什么朋友？电子音，群内出现人员死亡。如果你高考考了725分，你会不会欣喜若狂？身边人都说我祖坟炸了，但我却如坠冰窖，因为高考那2天，我根本没有进入考场。那坐在考场里的那个人是谁？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份牛逼到炸裂的分数有多扯淡。从高考开始，我连考场的门都没迈进去一步，整整2天，我这个父母眼里的好孩子，老师心里的优等生，做了18年来最大的叛逆，躲在网吧里酣畅淋漓的打了2天游戏。我忽然觉得细思极恐，我2天缺考，考场有好几个同班同学，要是发现我弃考，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班主任老秦，除非压根没有人发现我弃考。或者说我一直都在考场里，跟其他同学一起考完了所有科目，但这怎么可能？我马上给同一个考场的同学打了电话，故意问他考得怎么样，在考场发挥的如何。他先是一阵长吁短叹，随后恶狠狠地说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每场都早早的答完题，然后就趴在桌子上睡觉，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我握着手机的手掌在颤抖，我去考场了，想得脑壳疼，我干脆不想了，躺倒在床上。原本我已经做好了被爸妈重拳出击的准备，因为18年来我忍得太久了，从小到大我就是爸妈的提线木偶，我不能发表意见，一旦我抗议，他们就会打着为我好的旗号，我哪里不顺着我爸的意，拳打脚踢便是家常便饭。我妈说我爸没啥文化，可他是我爸，打是亲骂是爱，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久而久之，面对他们，我只有沉默或者顺从，我更不敢说实话了。信不信是其次，我更怕我爸暴脾气上来。我打算将这件事当成自己的秘密，深深的埋在心底。可我没想到，现实将我从天堂拉入了地狱。次日早上，我看到书桌上的笔记本摊开，上面写着一句话：替你考这么高分，
嘿嘿，很满意吧？作为回报，你必须听从我的话，否则我将关于你高考真相全部曝光。反抗你的父母吧，不要当一个唯命是从的木偶人。对你的父母说不。看着笔记本上熟悉又陌生的字迹，我惊出一身冷汗。是谁写下的这段文字？有人来我家了。但看到这段话，我的心忍不住砰的一跳。18年来，我何曾不想？我离家出走，被找回来，差点被打断腿。我试图想过自我了结，可笑的是，我怕死。饭桌上，我爸发话了，说要回老家大摆宴席，庆祝我考上大学。老家这2个字，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经。我鼓起勇气连声拒绝。我看着爸妈从满面荣光变成脸色不悦，我妈眉头微皱，说我不懂事，让我好好听话。我爸撸起了袖子，像是忍住怒气要对我动手。听话，永远都是让我听话。我压抑不住自己的内心，人生第一次朝我爸吼道：我说我不回，我这辈子都不回老家。我哥就是在老家被你们逼死的，你们还想逼死我吗？话音刚落，我重重挨了一巴掌。我妈红着眼看着我，眼神充满癫狂。不许提你哥，你没资格提他。这是我妈第2次打我，第1次是我哥死的时候，那次她下手特别重，把我拎回家，拿起木棍将我打得遍体鳞伤，边说边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当时的我不明白，明明逼死我哥的人是他们，可他为什么恨我？后来我知道了，他跟我爸是同类人，无能狂怒是他们掩盖心虚的手段，但他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我跟我哥是同卵双胞胎，2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有一点不同，他特别聪明，从小奖状拿了许多，所以被爸妈寄予厚望。但是他总跟我说他很累，他想休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直到有一天，他说想陪我去河里抓鱼。那天他直接跳进了河里，让河水将自己冲走了。3天后，他的尸体被发现，我才知道他当时话里的含义。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你哥，记住，你叫秦朗，你的弟弟秦天已经死了。我爸严厉地指着我。自此往后，我只能永远像我哥一样活着。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间，随即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直到深夜，我肚子饿了才从房间出来，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我没太在意，进厨房看了一眼，锅里妈妈做的菜已经凉了。我吃过后便回房间睡觉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爸妈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屋子周围很暗，四面都是墙。我爸妈看到我那一刻，面上全是惊恐，继而战战兢兢地跟我说他们错了，让我放了他们。我很困惑，问他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我爸情绪很激动，问我到底要把他们困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爸妈看着我惊恐地往后退去，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察觉到身后有人靠近我。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他朝我露出了一个瘆人的微笑。我顿时被惊醒，整个人被冷汗淋湿。可怕的一幕出现了，旁边书桌上的笔记本上再次自动显现出字来，上面写道：好久不见了，我亲爱的弟弟。爸妈已经消失了，这份见面礼你喜欢吗？我惊恐地扔掉了笔记本上面的字迹，我终于想起来了，这是我哥的笔记。我哥他回来了。如果让你玩一场游戏，赌注是你的生命，而你只要赢了就可以拿到650万美金，你会玩吗？真有小说写出来了，我正被迫在玩这个游戏。此时我的面前坐了一个人，中间放了一把只有1颗子弹的左轮手枪。开枪吧，枪响，你没死就是胜利。戴着恶鬼面具的裁判催促着我。终于，砰，枪响了，清脆的响声在这个不足10平米黑暗的房间内响起，鲜血伴随着火光喷在我的脸上。我来不及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只知道这一次我赌赢了。面前的一具尸体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内心恐惧到了极点。回想早上，正在上班路上的我突然就被一群蒙面男子绑架。当我重新有了意识，就已经陷入了这场十死无生的游戏。我四肢无力瘫软在地上，门口传来声音，大门敞开，在恶鬼面具拿着枪的注视下，我被迫走出了房间。可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惊呆了。这是一条黝黑的走廊，两旁有着一道门，而我这道门的编号刚好是50。此时门断断续续被打开，一具具尸体被拉了出来。满地都是红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味。一个个和我一样还活着的人，或迷茫或惊恐地站在门口，他们的身后同样有一个拿着枪的人。我们挤在一起，被迫朝前走去。突然，身后有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扭头一看，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男子。最显眼的是他脸上那条长长的刀疤。他凑到我的耳边跟我说：“想活命，你要乖乖听话。我认识你哥哥，你长得很像他。”哥哥！我瞬间呆住了。我确实有个哥哥，不过在1年前因为一场车祸死了。你认识我哥哥？刀疤男叹了口气，我听你哥哥提起过你，我和他都是去年参加这场游戏的人，很可惜，最后一关他失败了。你叫苏晨吧？你好，我叫李毅。我看着他，点了点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哥哥不是出车祸死的吗？这狗屁游戏又是什么？李毅耸耸肩，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通关所有游戏是唯一能活着出去的办法。我刚想继续发问，前方突然一阵骚动，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大型体育馆里面。此时的体育馆摆放着几十具尸体，强烈的血腥味冲击着我的鼻子，我再也忍不住呕了出来。反观李毅，除了紧锁的眉头，没有一点惊慌。我刚想继续问李毅知道的情况，体育馆内大屏幕突然亮起，47这个数字犹如鲜血闪烁在屏幕之上，广播声随之响起：各位，欢迎来到死亡游戏。首先，很高兴大家能够成功通过选拔赛运气的考验，真正的游戏即将开始，你只要通过全部游戏，累计奖金将获得650万美金。当然，就算你死了，也会有50万美金打入你们家人的账号。50万美金，是不是想想都很兴奋？死了也有50万美金，我不淡定了。我哥出车祸时，肇事者也给了300多万的赔偿，算下来刚好50万美金。为什么？我明明是看着我哥的尸体从被撞烂的汽车中抬出来的，这里面有太多需要弄明白的事情了。但我清楚，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活下来，只有活着才能探查真相。
在家门口捡到钱，千万不要花，你不知道那个钱到底是谁丢的。最开始是那天早上，我刚一出门就在门口捡了1块钱，我也没在意。然后第2天早上我在门口又捡了张10块的，我当时还觉得自己运气挺好的，连着捡钱。但是第3天早上，我一开门看见地上有张100的时候，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我就没捡，而是去楼道里转了一圈，但是也没看着人。说实话，我平时挺谨慎的，知道现在这社会骗子手段挺多的，但是我也没听说过往人家门口扔钱是个啥意思。我寻思还是把钱给捡起来了。不是我没经得住诱惑，而是我怀疑这钱是假钱，就拿着钱去楼下的水果店找大妈看去了。大妈当时跟我说，钱100%是真的，让我不用担心。我也没多想就去公司上班了。晚上到了家才又想起这事儿，就上网查了查，也没查到这类的骗术，就早早睡觉了。第2天早上我起得挺早的，说实话我内心还是有点期待和好奇的，头没梳脸没洗的就出门看去，结果门口啥都没有，不用说什么1000块钱，连1毛钱的硬币都没有。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挺傻的，还想天天捡钱来，天下哪有这种不劳而获掉馅饼的好事。这时候我就发现隔壁老吴家的门开着，还时不时传来几声哭声。我这人挺八卦的，就过去问咋回事。没想到老吴家的儿媳妇告诉我，他家老太太去世了。我就特惊讶的问，啥时候的事儿？昨天晚上我回来还看见他家老太太在楼下跟人唠嗑呢，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他就叹了口气，他家老太太半夜还出去倒动大葱去了，说是怕被人偷了，回来还啥事没有。谁知道半夜睡觉就听见老太太屋里咣当一声，等过去看的时候，就看见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我听完了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安慰了他俩后就赶紧回屋收拾上班去了，因为我怕一会儿男人出来让我去参加老太太的葬礼。我现在可没钱去随份子。晚上回家开门的时候，脚底下却感觉踢到了一摞东西，我低头用手机一照，就看见是一沓子给死人烧的纸钱。当时一看就挺生气的，我还抬头看了眼里面的老吴家，也没看见他家门上挂纸钱呢，这怎么还整到我门口了呢？我挺不爽的，用脚全给踢一边去了。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不知咋的迷迷糊糊的，就是睡不醒。早上再起来的时候，头也有点疼。推门出去的时候，就听见门底下哗啦一声，好像刮着啥东西了。我低头一瞅，就看见是个装月饼的纸盒，我就挺不耐烦的，一脚踢过去了。可是让我有点没想到的是，那盒子还挺沉，里面好像还装了东西。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那月饼盒子一被我踢开，下面露出来的却是一摞压好的纸钱。要是平时我是肯定不会碰着压着纸钱的月饼盒子的，觉得太晦气。但是今天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因为昨天他家就把纸钱弄到我门口了，今天还特意用个盒子压着，这他妈的是啥意思啊？我就一低头拿着这月饼盒子，结果我一拿着盒子就感觉里面有东西从另一头滑到了我手指头，我就把盒子打开了。但是我一打开就愣住了，因为里面是一打用纸袋绑好的100块钱。当时我也不知道咋想，立马蹲在地上开始点钱，一点完就彻底傻住了，因为里面不多不少，正好是1万块钱，一股凉气一下子就窜了上来，我本能的打了个哆嗦。我第一感觉这月饼盒子绝逼是老吴家弄到我门口的，而且还跟那个刚死的老吴太太有关系。我赶紧把钱放回了盒子里，他家因为还在守灵，门是开着的，我没敲门，端着盒子直接就进去了。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妇正好在厅里坐着，一看是我还有点惊讶，不过我也没客气，直接就问他俩，这盒子是你们放我门口的不？夫妻俩却全跟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的摇摇头。我就皱了下眉，又问那纸钱是不是你们给丢我门口的？他儿子就有点不高兴了，站起来问我啥纸钱啊？你说啥呢？我当时一看他这装逼的态度，我一下火就上来了，就把手里的月饼盒子往桌子上一摔，然后把我捡钱和门口压纸钱的事一股脑子都说了。其实我承认我也挺舍不得这1万块钱的，但我也不是傻逼，不知道里面有问题。当时老太太她儿子看到我就一脸将信将疑的打开了月饼盒子，我明显的感觉到他看到那一摞钱的时候眼睛冒光了，但是没等他说话呢，他媳妇开口了，老弟啊，这月饼盒子真不是我们放的，那纸钱也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家买的纸钱都在楼下烧了，而且我们前2天也没往你门口扔过钱。我却看着他有点不相信，真的？他使劲的点点头，但是我却看见他脑门上有细细的汗珠渗了出来，脸色也是变得异常的难看。不过她老公此刻却一个劲儿在底下拽她的胳膊，但是她却突然冲她老公大喊了一声：“你别拽我了，你还想贪这钱？你知道咱妈是咋死的不？”她的话就像晴天霹雳一般，让我和她老公定在了原地，而她却只是深深的呼了口气，像看瘟神一样的看了眼桌上的那月饼盒子，然后便转身进了她家老太太的房间。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摞薄薄的钱，然后把这钱往桌上一放，就对她男人说：“这钱就是咱妈前天晚上在她家门口捡的。”男人眼中也出现了一丝惊恐，我却使劲的咽了口唾沫，想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指了指桌上那摞薄薄的1000。女人再次点了点头，看着她那苍白的脸，冷汗唰的一下就从我的后背钻了出来，我感觉头皮隐隐的有些发麻。我知道有种恐惧是无法装出来的，而这个女人的眼中现在充满的就是这样的恐惧。你肯定难以相信，昨晚上我目睹了一起凶杀案，但警方却说我在撒谎，对面根本没有人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地板上厚厚的灰尘提醒着我，这里就是一个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李警官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凑到了窗户旁边朝外面看了看。我跟你说了吧，这里根本没住人。我不自在的挠了挠头，怀疑自己昨天晚上看到的是不是幻觉，但是我隐约又觉得不是。昨天晚上是个暴雨夜，雷声阵阵。我从超市下班回来之后，很早就睡下了。半夜我起来上厕所，无意当中看到了对面的房间里亮着灯，窗户上是一对男女纠缠的身影，他们的行动被房间的灯光投影在了窗户上，像皮影戏一般。我最开始还以为是哪家夫妻办事，直到我看到那个男人拿着一个我看不出东西形状的物品砸到了女人的头上，然后他再也没有爬起来。我连忙报警，可警方来了之后却说我撒谎，那间房间他们去搜索过，根本就没人住，这太离谱了。好在路过的李警官走来，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知道我的为人，帮我解释了几句，才避免了我被抓起来的命运。事后我们俩找了一个路边摊，掉了2瓶啤酒和一堆烧烤。李警官制止了我喝酒的行为，你是不是又犯酒瘾了？我拿着酒杯的手一顿，是吗？是我喝多了产生的幻觉吗？我有酗酒的毛病，就因为这我老婆也和我离婚了。听说酗酒是有基因遗传的，我爸就因为酗酒失手杀了我妈，而我也没有逃过这个诅咒。人真的是个很奇怪的物种，我们最终都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我渐渐相信了那晚只是我喝多后产生的幻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我被2个警察一眼严肃地带进了警察局，就是那种电视里演的那样。他们说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是那栋楼的女业主，而我变成了唯一的目击证人。我看着照片里女人的模样，女人被装在行李箱里蜷缩着，是钓鱼的发现了她。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星期，尸体高度的腐烂，不过她的额头上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有一处伤痕，跟我看到的那场凶杀案一模一样。只不过我颤颤巍巍地举起手里的照片，这不是死者，我确定我看到那个男人是用右手打了女人左侧的头，而这个伤口是在右边。这个女人一定不是那天我在窗子外面看到的那个影子，所以肯定还有一个死者。2个女人都死在了同一个雨夜。闺蜜告诉我，我老公要杀了我骗保险。晴晴，你听我说，你现在很危险，我没有和你开玩笑，你老公要杀你骗保，你快来我家。是刘静的声音，但是她说我老公要害我，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老公明明出差了，怎么会害我？但是刘静的话很急促，不像是骗我。我担心她，还是第一时间找了她。她带着我逃走了，我们躲在一个废弃工厂。她跟我说了很多，我的头一阵剧痛，我隐约想到了那件事。那是和尹九在一起的第2年，我被绑架了，绑匪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把我囚禁了，让我听命于他。在这期间，我一直被蒙着双眼，到后来老公把我救出，我落下了怕光的病根。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双眼都是模糊的，我多次提出分手，老公都拒绝了。他说他会娶我，保护我一辈子。这段记忆太久远了，模糊了许多细节，我的头更疼了。晴晴，你醒醒，是刘静在呼唤我，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刘静，我的头好疼，你可不可以去帮我买点药？我故意把它支了出去，冷静地拿起手机，里面都是老公的未接来电。我回拨了电话，老公好像特别着急。小晴，你去哪里了？如果你和刘静在一起，一定要跑出来，小心刘静。突然，我听到了门锁的声音，刘静回来了。我挂断了电话，若无其事地躺在床上。我刚刚听到你在说话，是不是尹九找你了？刘静表现得很慌张，说着他就要抢我的手机。没有，你听错了，刘静，我的眼睛好像看得更不清楚了，我好害怕。刘静见状，连忙安慰我。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手机一脚踢到了床下。对于我老公要杀我骗保，我一直持有怀疑态度。我老公是集团老板，他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而且刘静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正当我思考这一切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刘静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警觉地问了句：“谁？”小晴，是你吗？我是老公，快开门！门外传来了饮酒的声音。老公在门口用力敲门。小晴，你相信我，刘静要杀你，不信你听这个录音。门外传来了一阵滋啦滋啦的声音。我爱你，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我就极度的发狂，他都不干净了，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这是刘静的声音。小晴，你听到了吧？从始至终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他要杀了你。门外的饮酒有些歇斯底里。录音吗？我也有。随即我看到刘静从包里拿出了一支录音笔，等我杀了他，拿了他的保险金，公司就能东山再起，足足1000万。刘静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我说：“晴晴，我早就知道他在外面背着你搞外遇，所以我假意接近他，想要给你争取更多的证据。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会如此丧心病狂。”我止不住的全身发抖，这一切都太诡异了。一边是闺蜜，一边是老公，我究竟该相信谁？怎么办？住在对门的那个男人好像杀人了。周五晚上10点，打算早早睡觉的我再次去检查了一下防盗门是否有反锁。和往常一样，作为独居女性，我十分有安全意识。然而对门却并不受暴雨的影响，传来的吵闹声依旧明显。对门住着一家3口，是年轻小夫妻李建明和杨蕊以及他们4岁的儿子杨洋。小夫妻在小区不远处开了一家面馆，味道不错，我是他家的常客。我有时候周末不出门，点外卖也是点的他家，每次都是杨蕊给我送的餐。小男孩杨洋也在楼道碰见过几次，白白胖胖的，每次碰见都爱发给我奶糖，可爱的很。可最近总是从对门传出吵架声，还好声音不是很大，并没有太影响邻居们休息。久而久之，我习惯了对门小夫妻吵架这件事。我心里自嘲道：如果哪天不吵，都要怀疑是不是出事了。不过今天对门的吵架声比以往还要大声，我听见楼上的老太太已经忍不住出声指责李建明和杨蕊了。可是我今天实在是太困了，伴着吵闹声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尖叫吵醒了我。我茫然地坐起身，打开床头灯，没亮。我借着手机的亮光到了客厅，客厅的灯同样没亮。我正准备出门看看是不是跳闸了，外面传来砰的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声让我清醒不少。半夜独自一个人去楼道里，这可有点危险。脑海里警铃大作，我谨慎地靠近防盗门，小心翼翼地通过猫眼查看外面的情况。楼道没有亮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看来是整个小区都停电了。外面的暴雨还在继续，我的瞌睡又来了。见楼道里没有异状，正准备回去继续睡觉，这时天空中一道闪电劈过，一瞬间照亮了楼道。待看清楼道里场景的那一刻，我双手立马捂住了猫眼。我不敢相信我刚刚看见的那一幕。对门防盗门敞开，李建明正举着一把菜刀往下砍，杨蕊满身是血趴在地上。报警！对，马上报警！我竭力让自己冷静，轻手轻脚地回到卧室，将自己埋在被子里，颤抖的手点着手机，可最后一个号码还没按下，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停电了，杀人犯就在外面，报警电话也打不通，我到底该怎么办？稳住！李建明应该没有注意到我，现在只要保障我不出家门作死，等到来电报警，等到明天我就没事了。我摸着黑，蹑手蹑脚反锁了卧室门，并找到了窗台上的晾衣杆，牢牢地抓在手里。手机有电时，我看过时间，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只要再撑过3个小时，天就该亮了。砰砰砰！有人在撞击我家的防盗门，李建明发现我了，我立马从被窝里爬起来，躲进了衣柜，手里死死地抓着晾衣杆，盯着衣柜门不敢闪神，全身肌肉紧绷，手心里不停地冒汗。我现在有防盗门、卧室木门、衣柜门3层保障，李建明应该闯不进来。救命！救救我！
耳边传来杨蕊虚弱的呼救声。我在衣柜里不敢动，极力的说服自己是出现了幻听。我在衣柜里不应该能听到门外杨蕊求救的声音。暖暖，救我！杨蕊在叫我救她。我猛地打开衣柜门，在迈脚的那刻，窗外又一道闪电劈过，这让我清醒了不少。杨蕊的声音消失，撞门的声音同样也消失了。我的眼泪彻底止不住了，死死憋着不敢发出哭泣声。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出来救你，我救不了你。丧尸病毒爆发，而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我只想活下去。我瘫坐在地上，浑身是血，我不知道这是丧尸的血还是我自己的血。呼吸，剧烈的呼吸，我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紧闭双眼，努力让自己的身体不再颤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我只是想起了几个月前丧尸病毒还没爆发的高中生活。那时候我读高3，刚刚下课，因为临近高考，班级里有一半的人仍坐在座位上刷题。我快步走到厕所，用冷水洗了把脸，心里的烦闷和课上的困倦都消减了一些。每天熬夜高强度学习，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保持清醒。喂，郑旭！旁边蹲在厕所坑位里偷偷看手机的王阳喊了我一下，你看这条新闻。我拿过手机扫了眼屏幕，新闻说的是最近在世界多地爆发了一种新型病毒，蔓延速度极快，目前各国已经开始合作研发疫苗。我一脸不屑地看着王阳说道，就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哪年还没个灾没个难了，咱们防控的好，这事轮不到你操心，赶紧把你数学作业补完的了。王阳一边收起手机一边说道，那倒也是，走，打预备铃了，赶紧回班，还剩最后一节数学课就放学。听了一会我再也抵挡不住困意，叮嘱好同桌王阳好好听课，下午给我讲题，我就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朦胧中听到身后女同学说道，老师，丁玉诺不舒服。数学老师快步走到坐在教室后面的丁玉诺身边，摸了摸他的头，皱眉说道，有点烫，你们俩扶着他去门卫室，打电话让他家长来接，还剩差不多20分钟。其他同学把这几天的错题整理到错题本。中午到家吃过饭，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热搜上显示丧尸病毒爆发。我随手打开看了看，都是网民在说新型病毒是丧尸病毒，感染者会变得像丧尸一样见人就咬。这时我爸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说道，儿子，我看新闻上说好像最近有什么挺厉害的传染病啊，你买好口罩，做好防护。我也赶忙回应道，爸呀，我看这个病毒不简单啊，你赶紧多买点吃的喝的备着吧，没啥事就别出门了。听到我爸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才不安地挂了电话。我爸在老家种水稻供我读书上学，给我在江市租了一间房子，办了走读，让我不用住宿舍。我奶奶则是来到江市陪读，跟我住在一起，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告诉正在浇花的奶奶，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就走出家门赶去上学。家里的吃喝我不用担心，老人都比较节省，家里的冰箱堆满了减价时奶奶买的食物。刚到班级，我便发觉气氛十分压抑古怪。同桌压低声音告诉我，上午请假的丁玉诺出车祸了，整辆车都撞扁了，救护车上的司机和医生，还有大货车司机全部当场死亡。听到这儿，我心里一沉，但那个大货车司机是什么情况？酒驾？报复社会？想到这儿，同桌突然补了一句，听说那个大货车司机感染了病毒，怎么现在连我们江市都有感染案例了？嗡嗡，班级上方的学校广播突然传来一阵杂音，下面播报一则紧急通知，由于我是出现新型病毒感染病例，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校实施紧急封校，全体人员不得外出，食物由学校食堂免费提供，所有人员不得外出。再播报一。不等播报完毕，班里就炸开了锅。封校？学校有毛病吧？戴口罩不就好了吗？早知道把手机带来了，我今晚还得出去补课呀。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好，事态竟然已经严重到封校的地步了。我顿时担心起了我奶奶还有我爸爸，不知道他俩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班级里很多座位是空着的。下午有将近1小半的同学没来上课，难道也是因为丧尸病毒？我抬头看了看窗外，天已经阴沉的可怕，仿佛在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风暴，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降生。丧尸病毒爆发，而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我只想活下去。我校实施紧急封校，全体人员不得外出。接上文。30分钟大课间，我和王阳准备补一觉，半睡半醒之间，突然听到班级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叫喊声，还有很多人在走廊奔跑的声音。我抬起头，刚要起身到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张信突然一头扎进了教室，差点扑到我的桌子上。他的神色极度惊恐，他语无伦次的大喊：“他妈的！丧尸！丧尸！真他妈有丧尸！”不等他说完，我冲到班级门口，看到走廊里的人全部在惊慌的奔跑，方向不一。我踮起脚望向走廊两边的尽头，这一看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只见有一大群人仿佛失去理智一般在追赶着逃跑的人，有同学被他们追上之后就被立即扑倒撕咬，血染红了他们的校服。被撕咬的同学开膛破肚，根本无力挣扎。那些躺在地上仿佛死去了的尸体在短暂的安静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加入到追逐活人的队伍里。丧尸真的爆发了！我已经被这血腥的场面震惊的愣在了原地。这时丧尸群已经接近了班级门口，张信狠狠地给了我一拳，大喊道：“别他妈愣神了，赶紧关门！”压制住恐惧，和张信立马把前门关上，插上了门栓，用身子抵住了门。咣，门被剧烈的撞击，透过门玻璃我看见门外是我班的同学。刚要开门，张信立马把我的手拍了下去：“你他妈是不是傻？他们被没被咬你他妈知道吗？”门外的同学还在不停地锤击着门，嘴里还一直冲我和张信喊着救命。我实在是受不了，推开张信打开了门，把门外的几个同学放了进来。几个人刚进来，立马回身要把门抵住，可是丧尸群已经扑到了门前，一股巨力从门上传来，我们几个人使出吃奶的劲也关不上门。一只丧尸嘶吼着，半个身子已经探了进来，在我的身上抓摸着，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几个，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传进我的鼻腔，让我止不住地干呕。这时我余光扫到冯小旭也在教室里，冯小旭是我暗恋的女生，她正不知所措地捂着嘴巴站在讲台上。我冲她大喊：“躲到讲台里面！”她还在原地愣神，我用尽全身力气冲她吼道：“赶紧的，躲到讲台里面！”她赶紧转身打开讲台下面的铁门钻了进去。我看着门外的丧尸，又回头冲着冯小旭喊道：“冯小旭，我他妈喜欢你！”
王阳下课一直在睡觉，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他看向门口的丧尸，冲我大喊一声：“你躲开一点！”随后对准那只半个身子探进来的丧尸狠狠踹了一脚，那个丧尸仰面向后倒去，把他身后的丧尸压得后退了几步。得到机会，我们几个男生立马把门关严。门外的丧尸更加疯狂地拍打着门，伴着嘶吼声，掺杂了血液的口水被喷在门玻璃上，木质的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和几个同学只能死死地抵住门。但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我惊恐地告诉张信：“后门好像还没关。”我们几个人一起看向后门，大课间班级本来就没多少人，此时后门只有2个女生和1个男生在抵着门，作用却十分有限。一只丧尸连带着脑袋已经大半个身子进入门内，有1个女生突然蹲在了地上哇哇呕吐，那呕吐的女生蹲在了地上，少了1个人抵门，后门顿时被丧尸冲开。另1个男生刚想上前关门，却直接被进来的几只丧尸扑倒，而那个蹲在地上的女生见到身边的男生正在被丧尸撕咬，受到了刺激，突然发了疯一般的尖叫着向外跑去。结果刚出门我就听见尖叫声戛然而止，